我是从那个沈阳来的，今年是我1943年生的，今年81周岁啊，嗯我叫傅山美惠。嗯，您的嗯、中文名字呢？中文名字叫孙美玲，因哦为跟我姐姐排下来的，我大姐叫孙美兰、孙美凤，我最后第三个是孙美玲。哦，你我们家你像三个对我最小的，我哦妈收养我的时候都50多岁了，52岁。哦，妈妈那时候就52岁，52岁，因为养父有病，她那姐姐不是收养来的，不是，就您自个儿我哦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都不是收养，哦，都是一共我妈5个生的，孩子，五个孩子哇，好算我。热闹啊！因为他们都比我大的挺多，最小的姐姐是比我大10岁，我和她哦，相差最小的姐姐都比您对，大10岁，因为我妈去丹东的时候，因为我妈是山东蓬莱的，因为养父有病，家里头也是爷爷那几个孩子啊，大爷了、叔叔了哈，也都是做生意人，挣了点钱，家里也是挺有钱的。开始，后来我养父有病了之后，这个有病这段我就用不着说了，是吧？他是因为和我大爷生气，得的就肝腹水吧，肚子挺大的。这么的吧，我妈3年在家里头，把医生请到家里来，那个连那个吃带每天得给人钱，三年，嗯3年之间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她就投奔，我一个姨妈，是我妈的姐姐，她在丹东，她男的在丹东开买卖的。也做生意的哈。完了，后来我姨就告诉他，叫他去到那儿给他找个工作什么的，就是给人家洗衣服了，做那个弄点儿什么零活儿吧。他能干啥呀？50多岁了，完就到那儿去了。那时候是，也是43年的年初吧，好像我不太清楚究竟是多长时间哈。完了到那儿之后，他就在那儿，反正待了不到1年，半年多就光服了。4、5年就光复，4、5年的8月15号那天晚上，就宣布日本投降了嘛。宣布日本投降之后，大伙儿啊，就是在那一夜之间呐，那中国人那可勤快了，把所有的日本人住宅的东西全都搬光了，不说，墙都拆没了，很快。一说所以说这个，日本人听着也是真的心惊胆战的，就开始跑呗，开始躲呀。我和我母亲可能是在一起，我不是我这段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我妈见到我的时候，她只能从这个地方讲了哈，就是我妈接触到我的时候是半夜的时候1、2点钟了，那中国人都在外边儿又拿东西往家这弄哈，很乱。完了，我妈往前走一走呢，看着我穿一个小和服，就是带大街，秋天嘛，不算太冷，也不暖和了，穿了一个带大街的小和服，2岁。我那时候我妈说的就是2岁左右，一看孩子，她都已经4个孩子了，她不知道多大，就是大致能判断出来。都判断出来了，就差2个月。哦，完了走到那个前边，因为为什么我妈能认识我呢？就在这个齐道沟，丹东的齐道沟，这边呢都是中国人住的地方。这个齐道沟的这边6道沟、5道沟，这都日本人住的地方，都分得很清楚。我不太清楚，我这是听我妈讲的。完了，那个我妈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富山家的孩子吗？因哦，为他认识您的。我母亲给他过那个大米饭嘎嘎，哦因为我们都吃大米嘛。哦，他带着我二姐他认识你们。认识，哦，都那个给他干过活儿，也给过他东西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到这儿了？他家人呢？完了，围着这个水坑吧，这些男孩子、小女孩的哈，比我都大呀，挺大的了。我那么点儿2岁嘛。完了，他说你这个孩子推一把，那个孩子神一下，那个推倒了，他又起来，浑身全是湿的，全是泥呀、我妈说：“哎呀，这不行啊，在这儿连冷带冻的，这不是够呛吗？都给他
我妈就脱下带大襟儿，因为山东人嘛，带大襟儿衣服一下给我包着，就抱走了，带回家了。抱回家了。抱回家，我二姐在家呀，就看着我。完隔了3、4天吧，我妈就听说有那个难民所，就抱着我和我姐姐，领着我姐姐，完了就把我送到难民所。那难民所没有这么点儿的孩子，全是都比较大的了，都在里边饿的东倒西歪的哈。那里头一个庙里边哪有什么好地方啊？我妈一看这不行啊，她寻思啊，都难民所都有管理的，实际上没有，混乱，太混乱了。她说这孩子到这里也活不了啊。她说再看一看吧，就把我又抱回来。我姐一门劲儿的哭，是不让放那儿。不让你去，不让我去。我姐姐她跟我是个伴儿，不是？我姐比我大10岁，那时候就我姐就12岁可能。她不让妈妈把你带走，对，不带回来了，对，不让舍不得你把我扔了啊，对，就这么的。那个我姐姐和我妈就把我带回来了，带回来又在拉格里，也不敢出去，因为刚会冒话，刚会说话，2岁个孩子吧，也是说的是日语，对。那出去那本来就是叫中国人看见那个肯定是打死，那时候可乱了。完了，我妈说这怎么办呢？完了，隔了1个多星期左右，这是我妈以后告诉我的。隔了1个礼拜以后，完了和我姐姐2个又去送。实际上我姐姐都记忆力很清楚，但是有些地方时候哈，就是她摸细节可能不知道，但大概对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是10岁了，差不多了。对呀，12岁了啊，12岁那差不多。完了那个我妈呢，给我怎么送的，怎么整的，那个大概她记住了。其他的那细节哈，都记不清楚了。所以我妈怎么办呢？她也不能留啊，因为两个哥哥2个姐姐在中国啊，不没有吃的了。那刮台风那年还回去，我这怎么办呢？完了又送去了，又不能放那儿。一看那太乱了，又拉的尿的全在里边，那屋里不是个地方了，那怎么办？又回来了。回来第3回送的时候就放那儿了。放那我姐姐和我妈走了，我就在里边拼命的哭。那时候也小，反正哈，拼命的哭。我姐姐又回来了，我二姐又返回来了，就给我领回去了，就给我领走了，再没送。没办法了，到第2年开河了，4、5月份了。开河是什么意思？开海了，海冻的冰都开了嘛，可以通船了。完了呢，我妈得回去啊。山东的不是说很多那个家里一大堆人呢，我爷爷啦。回山东从丹东坐船回山东，哪有船呢？就好几家7、8个家吧，租了一个大小舢板，就是滑的那种。哎呦。那样能回去？那样拼命了。完了就划的那个船吧，7家。那孩子要是那个说句什么话，或者是怎么哭了什么，就扔到海里，不能联系影响别人。开始事先那个把头啊是什么呢？船长就是呗，就告诉你把孩子嘱咐好，要是说什么玩意儿影响大伙，这海里边有很多规矩，你们不懂怎么地，都告诉我妈啊。那这都我妈讲的。我们也不算不让乱说话。对，不让乱说。完了是那个，如果要是乱说，拿下来就给他扔到海里头。完我妈呀，就和我姐2个哈，就抱着我到海边了，要上船的时候了。我妈还是想把我放下，谁爱捡谁捡嘛。我回家怎么办呢？我已经都4个孩子，我都活不了了。完了后来那个我姐就拽着我背着我，还就不撒手。就哭啊。我那时候也不算太知道，是那个要扔下我还是怎么的哈。我姐就哭我就哭，就这样。我妈一看没办法了，走吧，回山东再说吧，就把我带上船了。带上船在舢板里这一划，
坐船，我妈说这水都水哗啦哗啦的都到上来，这儿啊。她说，我妈说的都到肚子上面胫骨窝左右。完这孩子，你说那不是那个不死也得那什么，不死在那儿不死，在这遭儿也罪呀。得死啊。完了和我姐姐俩就这么拖着端着我拖着你，啊，2岁人多也挺沉吧，就这么拖着一直7天7宿，才回到到了青岛。天哪！到了青岛7天7夜，那水汪汪的哈，哎呀，遭老罪了，真的无法想象。啊！把我带到山东，带到山东以后，我一进那个山东家，不进门儿，因为啥呢？那里边儿都是傍晚了嘛，那里边儿那小火油灯像萤火虫似的，那一个点点儿啊，一点点儿亮，还没有外边星星多呢。是说啥也不进屋，害害怕啊，觉得太环黑暗了。境变了啊！知道他是保护我的人，但是呢，环境对不行。我说啥也不进屋，就在那外边有草垛嘛，打麦子那个麦秸呀，垛成大垛。我知道我，就这完全就是转呐转呐。我妈费了很长时间的劲儿才把我劝回去。没有办法。心里感觉不舒服，肯定是。对呀，觉得看那个地儿不想进，是啊，小朋友，是自己的家没了，父母也没了，跟这个那个认识我、保护我的人，我又不认识他，这给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，心里头真的，那时候怎么想的？是小时候，那时候现在就忘了。可能是一种感受，当下的感受，觉得难，我不能去，那好黑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是不舒服。那个时候的回忆真的不堪回首，真的，回忆一次扒成皮，真的没有办法。